好，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下我们的行位入子仪的一个设计。那么我们的行位入子怎么去设计的我们的行位？为什么要去加我们的这个入子呢？那么我们请看到我们这个地方一个入子的设计。那么我们很多都是出于一个加工成本我们的一个材料的成本做了一个考虑。那么会把我们的跟交位有关的行为部分单独的把它给拆开，华座单独的做出来。那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使用场合。第一种方法就是原生流。那么我们的滑块交位部分跟我们的滑座是做一个整体原生流留在我们的滑座上面。那么这种的话常见于比较小的行为这种做法现在是基本上外面的模仿不用这种做法了这种的话最大的缺点就是如果我们的交位部分做了更改，那么我们要去换的话是换了一整个滑块，后面的滑座也全部跟着一块全部换完了。这种的话我们坏掉更换是最大的不方便的地方。还有如果我们要去重新做一个这个滑块，那么它的工作量就比较大了。而我们常见的方式，那么我们就有把前面这块交位的地方单独的把它给拆开，我们称之为一个相间行位相间。那么什么样子去做这个相间呢？这种相间的做法有哪些呢？第一种我们的就是行位里面直接把这个地方做一个冬菇头就像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一块交位部分直接镶嵌到我们的一个滑座里面，那么用螺丝把它给锁紧，那么这是第一种行位作者跟我们的这个相间分开的第一种想法我们可以直接从屁股后面锁螺丝可以达到完成。那么第三种这里面我们有一种相针。那么我们在做相针的话，我们都知道相针底部是圆的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无头螺丝去堵住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一个滑块上面它只抽一根针，对吧？它没有其他的仪器刻位，只有一根针的刻位，那么直接从屁股后面锁一个无头螺丝把它给堵住就可以了。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种第四种。这种做法的话，那么就很常见了，包括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讲到这种做法。那么这种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上面用螺丝把它给锁下来，这里做一个踢槽，去把我们的这一个相间来一个左右固定左右不让它摇晃固定所把它给锁死的。那么适用的我们的这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我们刚才所打开的这套模具里面，比如说我们打开了这一套那么来固定就是这样子的，这里做一个槽，把它给左右摇晃固定住，这里螺丝锁住它螺丝把它给锁住固定住。这种相间是最常见的。那么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种这里是这种的，直接从屁股后面，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个大滑块，从屁股后面锁螺丝，直接在我们的滑座里面做一个踢槽冬菇头。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这个滑块，看到没有？整个滑块这里面我们是干嘛？用螺丝锁住的这里做了一个冬菇头，后面直接用螺丝把它给锁住。OK， 看到没有？直接用螺丝锁住它，把它给锁住就 OK 了直接用螺丝去锁。那么这种也是很常见的，我们模具里面最常用的两种相拼，就是这一种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一种。那么这种是最常见的。这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入子比较小的时候相间比较小的时候我们采用的这种压板式的。那么这种的话也是挺常见的，包括我们在讲到这里这一个案例，我们自己我们讲的这个教学里面这个案例有前模滑块的这个案例里面，那么我们就采用了这种方式采用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方式，从这边锁螺丝把它给锁过去。那么它是相间比较多，那么怎么去做的？这里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那么这种的一种配合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直接把这两个相间，那么用这一个板把它给固定住压住，再用螺丝把这个板锁到我们的滑座上面。那么就是这一种也是我们其中的一种固定方式，这就是我们滑块里面相间所常用的这些方式。那么这一种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忽略了它，直接不要去用。因为这种的话我们这个相针在上面固定你固定不住，它会左右摇晃，你上面如果这个在模人里面这一段的管位没有的话，那么你直接这个针一抽出来过后，这个针会往左右倾斜，
这种的话是不建议大家用。最常用的就是这几种方式，1种、2种、3种，啊，最常用的就是这3种。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滑块相间的啊一个设计的方式。那么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记住的，因为在工作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滑块。那么到底用这几种方式，哪一种方式是比较好的，去做到比较好的去把它给锁住呢？那么我们就优先考虑这3种，啊，优先考虑这3种。好了，谢谢大家。